蛋总，我单位有一个男茶，他总找我老公聊天。我和我老公和那个男茶在一个办公室，有一个女同事和我关系不错，她总以玩笑的方式提醒我说，那个男茶对我老公过分关注了。我刚认识这个茶哥的时候，他还挺正常的，后来他总是说他合租室友怎么样。后来听那个女同事说，茶哥说室友那个人其实是他的女朋友。当时我不太信，因为这个人嘛，一整个就是不应该呀。而且茶哥总是在单位的一些小事上对我表现出隐隐的敌意，还在背后说小话。我和我老公聊起他，我老公也觉得这个人挺奇怪。有一次，茶哥在一个下午下班之前走到一个走廊边上，我老公刚结束工作，茶哥靠在墙上和我老公说：“好想抱抱你。”其实我看到的奇怪表现还有很多，比如说他经常觉得他的星座和我老公很合啥的。后来他俩单独吃饭旅游，不对，我这看错了，我懵了。后来我俩单独吃饭、旅游、出去玩的时候，他也想掺和。其实这些也没啥，我们平时也会和朋友一起旅游。我刚开始也想和他好好相处，但是他就是很明显对我有敌意，和他相处起来就是不舒服，总是茶茶的。他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眼神乱跑，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而且还被我发现背后说我小话。最闹挺的是，我有个关系不错的女同事，啥事儿都爱叫上他，还总帮他解释说他就是单纯，说这个茶哥就是单纯内向，人比较简单，让我觉得好像我有毛病似的。另外，我必须明确啊，确实我也都是自己的感觉，我也感觉茶哥的这个，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过，没跟同事说过，我只跟我老公聊过。后面呢，啥事都爱叫上那个茶哥那个女同事，是因为他一直和我强调说，感觉茶哥和他女朋友关系有点畸形，我就顺嘴说了一句，不一定是女朋友吧。但是我的这些感受和想法从来没有在单位表现出来。我承认我现在可能对茶哥有点恶意，那我也不是圣人呢，我有点控制不住啊，超纲啊，姐们儿，太超纲了。这你指望我怎么回答呢？我的建议就是一个，减少对他的关注就行了，不要关注他就行了，挺简单的其实啊。对你老公有点信心，你不关注他就没这些事儿，你不看他不就完事儿了？不要再给他一个眼神了，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 eye contact 就行了，少关注，当无事发生。就这么超纲吗？这些题，哇，咱们迎难而上一下吧，咱们挑战一下啊，蛋总，男朋友18岁的时候有个小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开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这怎么办啊？难不难吧？你就说难不难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后面还有这么长了，哎，我的天哪！这怎么办？最近遇到一个跟我100%契合的弟弟，小到口味、MBTI、兴趣，大到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金钱观都一模一样，家境嘛也门当户对，我俩都是贼上头。他长得也是我的理想型，然后吃牛脆脆嘛也是震撼啊，震撼！第一次见到用震撼这种词来形容，哎呦天啊！我必须抽一根超干条了，我的天，震撼！别啥都跟我说行不行？姐妹们，我求你们了啊！咱们这小卖部是没人了是怎么的？这1.2万人呢，干什么呀？这不都是活生生的人吗？这些词你就给我整了，震撼就给我整出来了。我们1个星期就在一起了，看来是蛮震撼。我是不相信灵魂伴侣的，我一直觉得好的婚姻不过是2个好的人的相遇，值得商榷了，值得商榷。如果遇到其他好的人，也会组成好的婚姻，值得商榷。所以我不相信谁是谁的命中注定绝对唯一，但我相信概率，就像我相信世界这么大，按概率一定会有外星人。你说你俩的事儿，别说别的了，怎么有外星人？有没有干嘛？这是什么呢？巴拉说一堆概率啊！清醒，你干嘛呀？你现在不觉得一定是震撼啊？感觉你可能是比较喜欢夸大其词的一个人，干嘛呢？80亿分之一总有一个非常契合，你说话就喜欢大惊小怪啊，不一定是很震撼。一开始我觉得他好到吓人。除了彼此契合，他本身性格也很好，低调谦逊不张扬，有责任心，眼里有活，很纯爱。在一起4天后，他很忐忑，也很坦诚地告诉我，之前有个小孩。终于回到主线了。这姐们中间说了一大堆，我这刚都没念完，就一大堆特别浮夸的那种，不知道说什么呢，外星人什么都出来了。哎，回到主线了啊，说之前有个小孩，他初恋很作，他不喜欢了，几个月就分手了。分手后告诉他怀孕了，就生出来了。他想好了要一辈子负责，放弃留学直接工作。孩子出生1年后，女生和他父母带着小孩断崖式出国，没通知他，出国也是断崖式啊。这小朋友去国外了是吧？好，所以他这些年呢，封心所爱，一是没有遇到心动的，二是害怕面对新的感情。我跟他说没事儿，我是诚实的，我觉得都是缘分。如果之前发生的事不一样，我们不会相遇的，他也不会是我喜欢的性格。
这倒是有道理，这个道理，姐妹儿，刚刚错怪你了，你不是说话浮夸，你确实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，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，确实接纳他现在就是这样的，之前发生的事情让他成为了现在的他，我成为了现在的我，所以我不后悔，这说的倒很好。而且我们本来也有一些其他的障碍，比如频繁的出差、异地、姐弟恋。我丁克，但是他爸妈要孙子，这不等一下什么？我丁克，但是他爸妈要孙子，什么呀？再要一个。在我知道小孩的事之前呢，就觉得或许我们不能长久，但至少现在快乐就足够。现在加上小孩的事，这个思想我还是不变。但我的问题是，如果未来真的长久走下去，蛋总有什么建议吗？除了保护我的财产、婚前协议，还应该做哪些考虑预防？应该会遇到很多我想象不到的突发状况。首先，我爸妈肯定不喜欢这样的弟弟，小几岁啊？小几岁啊？你不说，差几岁啊？差几岁啊？首先，我爸妈肯定不喜欢这样的弟弟，我都不打算跟他们说小孩的事儿。我跟爸妈关系也就那么一般啊。其次，未来这个前女友、小孩都可能会突然重新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准备。但你会觉得这样的配置真的不建议走入婚姻，单纯谈几年恋爱就好吗？你怎么好像怎么预判我的答案呢？禁止预判我的答案啊！希望蛋总帮我分析一下，可以帮我抛一些情景，给我一些建议吗？就这样，谢谢蛋总的时间。姐妹儿，我的答案其实特别简单，咱们不如把这一切交给时间。我相信你们俩呢，在一起刚在1周就在一起了，你还没有从这个震撼中啊缓过劲儿来。你呀，给彼此一点时间，姐妹儿。啊，几月份？11月，过年吧，过个年，过完年，在这个爆竹声声除旧岁这种过程中，可能就过去了。放点炮，咱们这个买点烟花，烟花爆竹这种，就啪玩点这个啊，爆竹声声除旧岁了就，好吧，给彼此一点时间，没什么答案。你现在呢就是激情，姐妹儿，你现在症状呢完全就是太震撼，你就是懵了，干啥呀？这刚认识就跟我讨论要不要结婚的事，想太多了。先相处吧，先处他个半年一年的，也许你就发现他别的缺点了，对吧？也许你就不用谁劝，你就过个2个月，你就发现好多缺点，是吧？你现在正处于这个热恋期啊，过段时间就好了，给自己点时间吧。我的建议就是别着急，你这会儿下什么？你现在下什么决定都是错误的，无论是跟他分手，还是就要跟他走入婚姻的殿堂，你咋呀？就是有婚姻的殿堂，再相处一段时间，好吧？很简单的，人家李安是我看不懂，但是我大受震撼。我是看懂了，我大受震撼，笑哭了。今天直播比较喜剧啊，今天好像就出了好几个特别好笑的，前面还有几番表演，前面还有好多很好笑的。你好，我有一个帽衫，感谢各位。但你好，自你读信以来，我就默默关注，有很多问你婚恋问题的姐妹，我想我的教训或者能给其他姐妹一点借鉴，但我无法停止仇恨自己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我被骗婚了。这还是我邻居姐妹跟我聊天时总结的，哈哈，一言惊醒梦中人。一场南方全家酣畅淋漓的表演，我的婚姻成了我的修罗场。我们是校园恋爱，按理说应该是知根知底吧，但其实不是。2年前我考上了老家的编制，他千方百计阻止我离开他，但我一点都不惋惜，因为在同居期间我们的争吵就无休无止。我离开了他，走进了新的生活，本来挺好。可是后来他转头轰炸我父母，我父母是老实的农村人，觉得他大方，硬逼着我嫁给他。身边的人也觉得我不知好歹，我就这么违背着自己的意愿，硬着头皮去领了证，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悲惨人生。一切都在怀孕生子之后浮出水面。他带我回家见他父母时看到的房子是他们临时借的，5金是贷款的，房子是走的他爸爸的账户，就连彩礼也让他用于个人消费挥霍完了。等我生完孩子从产房出来，对方直接摊牌了，要我给钱。我说我哪来的钱？我们结婚总共半年多，他叫我别装了，说他早就趁着我睡着把我手机查了个遍，连公积金他都给我算出来了。但那一刻我毛骨悚然，你敢想象那是我剖腹产刚出院的第2天，就这么公开跟我要钱。第10天我终于无法忍受他和他妈妈的各种膈应，我深夜抱着孩子和我妈妈住到酒店，这期间他还威胁我要把我们翻出来，但我真想哭。我带孩子逃命一般回了爸妈家，坐月子是没有的。我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、进食障碍、失眠，时而亢奋，时而疲惫不堪。但这期间我把自己复盘了一遍，从小到大认真读书，全靠自己努力。后来考上工作也算求人得人，结婚听父母的话，让大家都满意。结果我生活的这么惨，身无分文。我引以为傲的乖乖女头衔
竟然成了血的代价。在这之后，前夫及一家人婚前的伪装卸下之后，对我开始了一系列的服从测试。终于在我忍不住的一个下午被家暴了。他妈妈甚至阻止宝宝和我亲近，把孩子抱回了他家。他现在的态度也很无所谓。我们谈过离婚，他话里话外就是让我净身出户，孩子给他，最好还能再给他点钱就好了，不然他就等孩子2岁之后。这期间我能出钱就让我出钱，不能就相当于我是个送货的。毕竟他把家里的门锁也坏了，他现在全家住在我的婚房里。找警察，找律师，好好的采取法律手段。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不要再做乖乖女了，你就支棱起来，法律手段。他这样是违法的，家暴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不让妈妈见自己的孩子是违法的。你把这些证据、聊天记录、拍一些视频什么的，找律师咨询一下。你不有单位吗？咱们不是考上编制，咱们不是有单位吗？找单位领导，让单位领导给出主意。你可能觉得，在你眼里呢，你这个男朋友一家，你觉得他们又坏又厉害，是吧？你咨询律师，你找一找你比你大的，你找一找领导问一问，你可能会发现他们呢其实就是坏，一帮笨蛋。你找一找这个身边能切实在的人，你问一下，可能一下回去这事就过去了。我觉得一下回就过去了。我看他们家不像是那个只是坏啊，但不像是很厉害的坏人。很厉害的话不至于骗你，姐妹儿。你比较好欺负，不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坏人，就是一般坏人，整治一下是挺容易的，不要怕他们，看起来不像是多厉害的人，支棱起来，支棱起来。你放心吧，他们在外面啊，指不定欠多少债呢，指不定得罪多少人呢，多打听打听，多找点你们当地的熟人，多问一问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恶人不磨嘛，法律也会制裁他的。报警吧，寻求法律支持吧，保护好自己吧。这个有朋友说不要跟单位领导说的，我个人啊，我可能是我那个想的事情比较想的美好啊，我觉得要说的。我可能是从小是厂矿子弟啊，我可能是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。我从小就集体生活长大的，还是有那种温情在的。我觉得单位领导啊，真的还是会管这些事，会管的。你哪怕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有社会经验的人问一问都行。这姐们儿，你说身边该问谁呢？她已经不知道该问谁了，那你就只能是吧？冒点险也得问一问了，找一个身边比你更有社会经验的人问一问，可能是挺容易解决一个事。哎呀，想想我们小时候那种温情的集体生活，还是很怀念的。感受，判断，有困难找组织呀。他是在一个事业单位自己考上了，我觉得真可以问问，哪怕就是咨询，姐妹儿，寻求法律帮助。我可能说的就比较异想天开，比较想的比较简单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相信的。有困难找组织还是可以的，律师吧，当然也要问，但我就怕他吧，就他这个性格吧，我为啥劝他找熟人呢？找领导，我就怕他这个性格说不清楚。找律师，你要是说不清楚吧，不一定是好事啊。感谢黑话吧，姐妹。哎呀，人生如果这么简单，说直接一个黑话就能解决就好了啊，慢慢来吧，还是相信法律，相信组织，慢慢来吧，慢慢能会好。但这还没完，这姐妹后面还有，哎呦我的天！我无法停止仇视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的软弱，恨我父母的无知，我真的很蠢。多少姐妹还在贪图男人给你画的大饼，求求你们真的慎入。但你最近说过的一句话我深有感触，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，既然人生怎么都是错的，一定要自己为自己做主，这样到最后呢也能心甘情愿愿赌服输，而不是痛恨自己一时软弱。哎呀，虽然不知道会不会被你看到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，也不知道被看到的话，姐妹们会怎么评论我啊？都在支持你，别怎么评论你，帮你想主意了啊！祝你幸福，你就别祝我幸福，真头晕了啊！真那个支棱起来了啊，姐妹，既然已经意识到问题在哪了，就迎难而上了啊！长痛不如短痛，悲愤为力量。但见字如面，我和女朋友在一起马上4年了，我们从大学就认识了。起初我们一见钟情，干柴烈火。4年的时光磕磕绊绊也都过了。最近我俩各自在事业上有了新的机遇，我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，工资也不错，她也如愿的进了体制内。我原本以为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，但是就在前几天，她突然在微信上和我提了分手，然后就失联了。在我印象里，她不是这种人啊，她遇到别的人了，就变成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这几天茶饭不思，这种感觉就像好不容易得到新的玩具，却没有人陪你玩了你是说新工作是吧？就是说你这个比喻吧，你就是说你取得了新的进步，却无人分享了，行不行？这么说怎么样？我想挽回他，也认错了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一直在逃避我，哎，这更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我还是会尽我所能挽回他，至少不给自己留遗憾。我只是有些想不通，还有些害怕，为什么那么难走的路都走过来了，新的路上却只有我自己？就是这样，好好走吧，把新的路走好啊，走出一个虎虎生风，好不好？
个人走自己的吧，别想了啊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这个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同享福啊？俗话俗归俗，但是有时候很有道理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就是可以共患难，哎，就是不能同享福，好吧？别寻思了，别寻思了，蛋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我是某 top 高校青年教师，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情况，我一门课上的女生拍了我上课的照片发在朋友圈，然后配了一些很不适合的话，搞得好像我跟她很熟，但其实我这门课人很多，我并不认识这个人。也没说过话，刚开学2周啊，我也从来不加学生微信啊。出个特殊情况，我是从其他同学口中得到这个事儿的，说这个女生对我很倾慕，经常在私下表达，好像我是她男朋友一样，还说要追我。我也从其他学生手机上看到了这条朋友圈，确实说的有点过线了，让我好害怕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万一学校领导或同事看到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失风失德呀！我怎么办呢？我的终身教授机会离我远去了呀，怎么办呀？你是傻吗？你先跟学校领导说呀，怎么慌成这样啊，哥？这么慌啊？马上终身教授都想到了，你先去跟学校领导汇报啊。我也想要不然找这个女生聊一下，你给我住手！我的妈呀，你这上岗之前没有职业培训吗？我的妈呀，我这个常识我都知道，你这个时候不能找他啊？咱们当高校教师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吗？你还要找他聊一下？你疯了！你给我回来！哎呦我的天，咱们没有这种失风失德，就培训总有吧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没有吗？我强烈建议各大高校开一个这个培训啊！你还要找这个女生聊一下，那你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后面又一堆贼痛苦。还有万一我女朋友看到了，我岂不是更解释不清了？哎，不对，不过我没有女朋友。你还挺幽默，这时候你幽默个屁！不管怎么样，帮我出主意啊，救一救！我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年轻老师而已啊。要是解决了，我去班上推销你的小卖部零食，你这个也给我住手！你怎么净整这个危险的呢？你这上课你推销卖零食，这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哥们儿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这上岗之前有没有这个培训？你这课上突然拿出一罐牛脆脆啊，各位同学们啊，希望大家那个买一下这个李诞的牛，你这我还说得清吗？咱俩这关系说不清了呀。这么糊涂吗？你给我住手啊！谁用你推销？你推销，你找你学校领导啊，你就找一下请教一下啊，找你直属领导，你说领导遇到这么个事儿，我该怎么处理？问问领导就行了，征求一下领导意见，然后其实等于就是报备了嘛，等于就报备了。然后从领导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走到你们那个大的办公室，就是办公室有很多年轻老师，像你一样清澈愚蠢的这种大学老师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啊。这个时候拿出牛脆脆说：“亲爱的同事们，最近呢，我有一个困扰得到领导的解决啊，可能大家也都听说了，就是那个有一些朋友圈什么，哎，都是误会啊，大家买牛脆脆吧，推荐给大家，哎，推荐给大家，这可以给同事卖一卖，可以的啊，班上不要，咱没有这些培训吗？我的天，你千万不要单独去找啊，你自己找你直属领导问问咋办，报备一下就行了。蛋总您好，我想说点男人的故事。”我看你对女的说话不够狠，我没事儿，你可以狠一点说我。哇，像这样奇怪的要求，我真的是，哎呦，来，我看看你要咋？我长得挺不错的，还会哄人，有照片吗？没照片，一个月按吹牛处理啊。所以历任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啊，算他们倒霉啊，算他们倒霉。但是我家庭条件不错，我父母非常传统。但是哪来的？语文很差啊，这地方干什么事呢？语文非常差啊，好好学学语文吧。长得不错就不学语文了吗？啊，这张嘴留着干啥使的？说话就是胡说八道。什么叫但是家庭条件不错啊？他们反对每一任这样好看的女友，在他们眼里，连涂指甲涂得很漂亮都是错的，都是来骗我的钱的，来败我们家的。没有，是贪图你的美色啊！爸爸妈妈多虑了，不是来骗钱的，就是骗你色的啊！我很没出息，我很懦弱，毕业后混在一个稳定却没有什么钱和前途的单位。房和车都是家里给的，父母反对。有的女孩子比较通透，就好好的跟我散了；有的和我在一起，去求过他们，给我们一套房就行，他们也不肯。有的愿意和我再穷也要在一起，我却退缩了。你还是怕穷啊，兄弟，你还是怕穷啊，哥们儿。这其中也有好多人劝我，生活爱情都离不开钱的功劳。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、相貌平凡的结婚了，没爱过是假的，但慢慢的发现了他有一个隐藏属性。他干什么我都陪他去，然后我一个人自己去医院，一个人自己去吃饭，要他陪我，他不陪我，啊，你老婆不理你是吧？和他说话要等他刷完短视频、打完游戏才理我，哪怕中间和他说正经事儿，他也不理我。我老婆非常自私，
这2个例子只是冰山一角。我想离婚，当然没有人同意，凑合吧。就这样，婚姻到了第6年，我出轨了，我还是想离婚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们又一起去求我父母，还是没离成。这哥们儿怎么有一种这么平静的风感？这个是不是就叫平静的风感啊？啊，我天天刷这个互联网说平静的风感，这个就是平静的风感吧？我感觉这哥们儿已经疯了呀，好，但是他好平静，还有一丝幽默。什么呀，这不是疯啊？我出轨了，我还是想离婚。我们一起去求我父母，还是没离成，父母各种威胁。我实在害怕我的出轨对象生活受到影响，我离开了他。今年是婚姻的第13年，我前2天又遇到了一个人，我没有出轨，保持着界限，但是越接触越了解他，越了解他就越喜欢。虽然别人看我都觉得我30岁，可是我41了，我突然好害怕。听了小卖部直播几次，我更害怕，人生剩余不多了，我有点不想就这么走向死亡。你说人生是来体验的，那我能不能有资格去体验一次相爱的婚姻呢？我穷，我懦弱，我没出息，所以离婚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应该试试吗？你离得了吗？哥，还是继续浑浑噩噩的过下去，而且我心里也有愧疚感。我老婆虽然不好吧，但也没有那么坏，毕竟她出轨，不暧昧，不乱搞。啊？啥意思？干干净净的出轨，啥意思？毕竟他出轨不暧昧不乱搞。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哥啊！我该怎么办？疯了吧？他应该是疯了吧？什么呀？别人都觉得我30岁，可是我41了，那可能真长得不错，可能是真挺有钱，然后真长得不错。你问我干啥呀？我也不骂你了，跟你开玩笑，骂你干啥呀？没啥好骂你的啊！我的天哪！上次出轨是6年的时候，这一眨眼你们结婚已经13年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。能离赶紧离了吧，对谁都不好，好不好？你能勇敢的把婚离了，我估计你离不了呀。上次你不就退缩了吗？让人给打回来了，这不还是离不成吗？你就离不了啊，兄弟，你不像那个坚强的人啊。上来还跟我说，我看你对女的说话不够狠，我没事，你可以狠一点，你让我狠一点啊，我可以狠一点，我这个真的狠的，我怕说出来你真受不了。哎，我说不说？哎，我就说了吧，可怜人必有，哥们儿，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啊！12点了，发过券，别啥都是啊，你爸妈逼你，你老婆逼你，咱都41了，挺大个小伙子的了，咱是完全刑事民事责任人了啊！你要干什么啊，兄弟？我说狠的，你真能受得了吗？你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吗？你这一会儿怨你爸妈，一会儿怨你老婆的，啊，小伙子。我跟你说点狠话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是那个成年人吗？这些年家里钱没少花吧？对自己说的最狠的话是啥？骂自己就我穷，我懦弱，我没出息。你不穷，你是怕穷，小伙子，你不穷，你是怕变穷，小伙子，你穷啥呀？你穷什么玩意儿？不穷，怕穷，活该，是吧？怕穷嘛，怕对自己负责嘛，那你也得不到自由。我只能说你活该，懦弱。哎，你一方面吧，听爸妈的话是挺懦弱的；你一方面呢，懦弱于听爸妈的话。一方面呢，你很勇敢的做了一个废物，也挺勇敢的。我说的直接一点，难听一点，就这话啊。你让我跟你说狠一点，你就是，我觉得你挺勇敢的呀。41岁过这样的生活，挺勇敢的啊。这一般人也过不了，一般人过不了。我觉得你挺勇敢的。一般人让人说，哎呦，你看那个人41岁还是，说你看他和他老婆也没有爱情，你看他啊，小伙子，支棱起来吧，41岁还不晚啊，小伙子，真的，哥们儿，还有救啊，真的还有救，咱们就支棱起来。咱们这些年，咱也这爸妈钱纯花吗？咱不往自己兜里存点吗？咱一点存款没有吗？啊，实在没有的话，从今年开始存，你听我的，从现在开始存，跟爸妈要的钱花一半存一半啊，存起来，再忍个3年，忍辱负重那种，44岁过上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了吧？行不行？你这种话说的，你自己说的，这是实话吗？你跟我撒谎啊！你看啊，第6年的时候我出轨了，我还是想离婚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们还一起去求我父母，就是他跟他老婆一起去求他父母，还是没离成。你多有出息啊！你还说你自己没出息，你可真行。说你跟你老婆都想离婚，说去求你父母就没离成。哎，没听说过。你俩想离婚，你爸妈就能控制得了，那就说明你老婆跟你爸妈，或者就是你跟你爸妈是一伙。当然最有可能是你们4个其实就是一伙。你们这个闹得鸡飞狗跳啊！也不知道演给谁看的，演给自己残存的自尊看吧。你闹了一出鸡飞狗跳，演给自己残存的自尊，演给自己残存的渴望自由的心看一看，表演，纯表演。你就喜欢这种生活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说这像话吗？这什么呀？跟自己老婆想离婚，完了去求自己的父母，完了没离成，这不离谱吗？这4个人一起演出戏，可能有观众吧？当时应该有观众吧？
你们这家大业大的，应该还有个兄弟姐妹吧？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家大业大的，是不是还有些兄弟姐妹啊？你爸妈是不是还有些兄弟姐妹？应该有些观众吧，表演了一出，觉得你还支棱，你还是个成年人，还有点尊严，演了一出，你爸妈一顿威逼利诱，一顿恐吓，你说哎呀，我孝顺，不离了吧？你因为孝顺忍了。这一出演了这么个死出，是吧？扛得住吗？我说这么难听，扛得住吗？如果我又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兄弟姐妹什么也都有继承权吧？啊，是不是离婚以后这钱就不是你的了？哥，任何时候追求自由都不晚啊！我说话难听归难听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过上一个好的生活。任何时候追求自由，第一，任何时候追求自由都要付出代价，都要付出责任，那个责任那个代价只有自己付，谁都替不了。第二，任何时候追求自由都来得及，41。又如何？才41嘛！有钱人的生活你已经过了41年了，你感受一下，没钱没那么可怕。这没自由的生活你也过了41年了，感受一下有自由的生活，也没那么可怕。我就是在这说废话，他不可能听，他就找我解解心宽，能听我就有鬼。来点别的吧，来个职场的故事，看看有没有职场的故事。蛋总，你好。老婆很爱看你的直播，零食很好吃，也一直催促我给你发私信，拖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发私信给你。我是90年生人，比我小1岁啊，男生，研究生，新一线城市土著，在一家国企专门做客服的单位做了8年了，组织转型，团队变更，几乎每年，你听听多职场，这味儿一下就上来了。组织转型，团队变更，几乎每年都在换部门换岗位，从职能部门换到一线生产后端，再到新部门。哇，好久没有念过这些词，这味儿太冲了。从 A 到 B 到 C 到 D， 最近刚换到 D 部门，从刚进去做报表管理到智能化转型，哇，光读我就头晕了，真的是光读我就累了，光读我就觉得要收钱了，这什么呀？从报表管理到智能化转型，上一份工作内容带到新部门，但领导又让我把工作内容交接出来，交接出去，再接新的工作内容。我本来觉得自己去一线沉淀，像轮岗一般获得很多工作经验。你是这干什么？怎么沉淀起来了？能够得到领导赏识，但最近一期人才评定，手握中级职称与各类内部技能认证证书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但是没评上，对我打击很大。现在觉得单位里什么工作都能做，都能交接替代，毫无职业深度与规划，想被派到哪就被派到哪。34岁也不是管理岗位，想跳槽出去。却又发现我在国企的工作在外部毫无竞争力，也没有类似的岗位招聘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另外，老婆正在读博1，婚假一直拖到10月底要到期了，但他的导师拒绝他请假。难道我要一个人去度蜜月吗？也不是不行。蛋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？发现自己工作和老婆读博的各种生活工作节奏完全不同。老婆读博这1年压根也没法出去玩，未来还有4年，包括明年想生孩子，老婆也觉得生孩子和读博双重压力太大。不想生，但我已经34了，老婆29，真的好迷茫啊！感觉未来的工作与婚姻都很黑暗，忘解惑。蹲了好几次直播，到2点都没有读到我的信，已经焦虑到失眠了。什么时候读我的信？哇，你这看来就是一个易焦虑的人啊！蚊子大无语，头不头晕？头不头晕？啊？你说这哥们儿这信你读完头不头晕？啊？头晕吗？他在说什么？听不懂吧？我给你梳理一下。他说的其实很简单，哎，黑话学太多了，哥们儿，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症状，就是自己这个不知道自己的专业是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强项是什么呢，就会这些词儿就会渗入自己的语言系统，误以为多讲一些专业词汇就拥有了专业，这是一个典型症状。你呢，情况大概是这样，研究生啊，在一个单位做了8年，有积累。有经验，但是没有自己的，你自以为啊，我一会儿给你讲啊，你肯定有，你自以为没有你的强项，你缺少专业技能，你自以为。第二，你与此同时稀里糊涂结婚了嘛，老婆挺爱看我直播，咔咔买零食，完了呢，老婆正在读博1，想让人家生孩子啊，他的这个就自己的职业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让老婆生孩子，底气是哪来的呢？因为他是新一线城市土著。其实就是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，他是这个新一线城市的土著，可能家里能解决很大的经济压力吧，房子啥的，所以他与此同时觉得，哎，老婆29了，是不是该生孩子了？但是呢，老婆觉得生孩子和读博双重压力很大，也不想生。最后他的问题就是感觉未来的工作与婚姻都很黑暗，忘解惑。你混在一起想呢，你就会很黑暗。你得先把这些事儿都分开想，咔，先分开啊。第一，你有没有独特的能力呢？你前面一顿自己的否定，说对
对我打击很大。现在觉得单位里什么工作都能做，都能交接替代，毫无职业深度与规划，想被派到哪里就派到哪里。然后你说这都是负面对自己的理解，但我觉得这就是你的能力。一个单位里各个岗位你都熟悉，都能交接替代啊，被派到哪里就能胜任哪里，这就是你的能力，说明你沟通能力挺强的，学习能力挺强的，理解能力挺强的，执行能力挺强的，这都是难得的职场能力，很多人干一辈子都没有这几个能力啊。能力没那么差，把你自己这个能力爬个，看看适合能干点啥，少拽那些词儿，什么呀，什么智能化管理，什么哎呀，这什么各类部内部技能认证证书什么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那都是假的。你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说的这几个能力，你看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能力，看清楚以后决定自己要做什么，是在这里继续留着继续干，还是跳槽出去啊？把自己真正的能力爬个到一起。少拽那些词儿，你爬个自己到底会干啥？应该是挺聪明的人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有时候吧，太聪明也不好，有时候太聪明就容易这样，就容易学得快嘛，也就不扎下去做。行吧，你新一线城市土著，你没有什么工作压力，我劝你都是第一，先找好自己，把自己的能力真的筛出来；第二呢，把自己的兴趣筛一筛。90年生人，咱不还年轻吗？34岁，想一想自己还有没有什么爱的，然后能不能把你这个爱的、喜欢的东西跟你的能力结合在一起。如果你不能把你自己真正的爱好和你的能力结合在一起，你就会开始琢磨让你老婆生孩子啊！我说的明白吗，朋友们？很多人就是这样的，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吧，就希望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来代替自己现在的小麻烦，是吧？现在焦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再来一个全新的焦虑。但你老婆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人家都说不想生了，哥，你比我小1岁，我叫你一声哥。人家要读博，我觉得你老婆挺知道要干啥的了。你老婆就想读博，天天看看我直播，吃点零食，人挺高兴的。人老婆不说了吗？生孩子读博双重压力大，不想生。你要干什么？把生孩子这事儿你先缓一缓，自己活得稀里糊涂的，还生什么孩子啊？哥，把自己的兴趣还残存的兴趣，咱也不说理想了，残存的兴趣，真正的能力。在职场能干嘛的事儿，给它捏咕到一起，给自己有一个事儿干。咱也不是说规划一个方向，对你来说要求太高了，找一个事儿干，把这个事儿先干起来，让自己运转起来，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，在社会化的生活中运转起来。发波券啊，12点半了，发波券。你现在大部分时候是在空转、假运转。你看看你这词儿整的，一线生产后端、报表管理、智能化转型。中级职称、各类内部技能认证证书，这都是空转。你在空转，哥们儿，你在空转。你给我写信的话，你还拽这些词儿，我都不敢想象你平时说话是个什么风格。太聪明了，就喜欢这个空转，这些都不是你真正的能力啊。活得简单一点，说点大白话，你就慢慢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，能干啥干啥。你这个工作吧，你能解决问题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垮，你还行，你能解决问题。实在不行，跟你领导谈谈。你现在不就是竞争一个什么玩意儿没竞争上吗？看看人才评定没评上吗？人才评定没评上，找领导谈谈。说领导没评上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进步空间啊？领导，我现在要老大不小的了，你看我还能做点啥啊？该低头低头，领导，你看我还能干点啥？你给指条道，你自己不知道干啥，你让你领导说说，你领导可能看得更透，你让你领导当面给你说一顿，可能能说得更清楚。领导，你看我能干点啥？你给我讲讲。没评上吗？没评上，你看看你要弥补啥？你自己你想想，你那技能认证证书有啥用啊？什么中级职称、各类内部知识认证没评上，先把自己这个工作给它梳理的清楚一点，清爽一点。工作和这个婚姻这个事儿，你别这个是吧？为了解决自己工作这个找你老婆麻烦，把自己麻烦先找够了，然后也别那么不自信啊，必有过人之处。跟你老婆说，老婆，你这读博读的，你看我这一事无成，为啥愿意跟我在一起？问问，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闪光点。他不是国企啊。他是专门做客服给国企做客服，这是不是？反正自己找一找自己真正的能力，看一看有啥进步空间。这种风格只能是国企，想办法自己能不能怎么进步。领导想进步，怎么才能进步？这老婆应该是挺无语的。我现在读到这封信的题眼了，说我老婆很爱看你的直播，零食很好吃，也一直催促我给你发私信。知道这封信的题眼是他老婆让他给我写的信。哥们儿，看来你老婆也挺无语的。这孩子你就先别想了，先把自己的事儿梳理清楚吧，清爽。